它是台湾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柱，它是台湾海军的最强驱逐战力，它是台湾海军的新一代主力舰队，它就是台湾海军第124舰队。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纵观台湾海军现如今的众多舰队，从总体编制上来看的话，大体可以分为124舰队、131舰队、146舰队和151舰队等诸多海上军事力量。其中124舰队作为台湾新一代巡防舰康定级为主要舰艇编成的海军舰队，秉承着永保海疆的信念，称得上是台湾海军的最强保障。那么该舰队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而舰队实力又如何呢？台湾海军124舰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1946年年初，在将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机动舰艇整体收编后，海防舰队部随即奉命正式成立。台湾海军124舰队最早的前身得以诞生。1947年，出于种种军事原因，在海防舰队部的主持下，海防第2舰队得以正式组建。同年7月，为了进行部队编制改革，海防舰队部随奉命成建制改编为海防第1舰队司令部，共计装备了15艘各型舰艇。1949年春天，鉴于兵力规模和编制变换的考虑，海防第3舰队随即正式组建，并于1年之后的1950年7月，奉命将番号改为海军第1舰队，并且共计装备了19艘各型舰艇。1955年年初，出于台湾军事计划改革的需要，已经存在了5年之久的海军第1舰队奉命成建制改编为海军驱逐舰队司令部，划归舰队指挥部战斗序列，其下辖的8艘军舰也被划分为3个战队。1960年4月，出于台湾高层的考虑，海军驱逐舰队司令部遂奉命划归驱逐巡防部队司令部麾下，其下辖的11艘军舰则又被划分为3个战队。随后的1967年到1973年间，随着美国援助台湾的10余艘驱逐舰开始陆续进入到台湾海军服役，并被列装入海军驱逐舰队司令部战斗序列，海军驱逐舰队司令部也因此经历了数次改编。1968年9月，鉴于兵力规模和编制变换的考虑，海军驱逐舰队司令部直属的舰队指挥部和驱逐巡防部队司令部遂正式改名为舰队司令部和驱逐巡防舰队指挥部。1973年9月，出于台湾军事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海军驱逐舰队司令部奉命成建制改编为舰队司令部。1974年10月，在台湾高层的主持下，已经成立了近20年之久的海军驱逐舰队司令部，奉命成建制的改编为驱逐第1舰队，并且划分为2个战队，共计下辖9艘军舰。1976年年初，出于种种军事原因，又在成立不到2年的驱逐第1舰队又奉命将番号更改为海军124舰队，下辖264和242两支战队，并且共计装备有12艘飞弹驱逐舰，使得台湾海军的主力舰队得以初具规模。1996年5月，因为隶属于光华2号计划所需的康定级飞弹巡防舰开始正式由法国海军造舰局承造后，使得124舰队开始迎来新一轮的改编。第1艘康定级于同年列装台湾海军，第2、第3艘康定级于同年6月份列装台湾海军，第4艘康定级于10月列装服役，第5、第6、第7艘康定级则在1997年2月、8月和12月陆续抵达台湾后列装服役。1998年3月，最后1艘康定级也奉命划入到124舰队战斗序列。1999年12月，出于台湾军事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海军第124舰队遂奉命将131舰队所属的272战队纳入舰队编制，并且在随后直到2000年3月，随着124舰队4艘军舰的陆续退役，124舰队得以正式进入全新的编制时期，成为台湾海军的新一代主力舰队。台湾海军124舰队简称124舰队124，其驻地位于海军左营基地左营港，为台湾海军舰队的主力舰队之一，不仅是台湾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柱，还是台湾的最强固保障。该单位的军事主官为1名少将舰队长和1名上校副舰队长。康定级巡防舰原型为法国海军拉法叶级巡防舰，为台湾海军的1级舰，主要执行台湾海峡周遭的防空、反潜、护航、反封锁及联合水面截击作战。满载排水量3680吨，全长125米，全宽15.4米，最大吃水6.2米。其动力来源为4部皮尔斯蒂克
PA6 280 STC 柴油涡轮引擎，功率为21000匹马力，最高速度25节，其续航力为15节7000海里到12节9000海里。全舰共配有包括20名军官和156名士兵在内的176人，分别配属作战、战系、轮机、补给4部门。康定级舰的原型舰拉法叶级巡防舰最大特色是为西方国家第一种导入逆综化思考的舰体外形设计，全舰表面设计避免出现过多的棱角，多数甲板设计皆可以隐藏或者是收纳入舰体内。该舰的主要装备为一门76快炮、海从处防空导弹128枚海剑2型防空导弹4具，4连装雄风2型反舰导弹发射箱2具，2门伯夫斯 350PX 40毫米 L70机炮，1门 MK15 方阵快炮，2具 MK32型水面舰艇鱼雷管，以及2门达盖 MK2 诱饵发射系统。另外还配备了一架 S70C 反潜直升机，2艘 ETN 突击艇。目前该型号的各艘舰艇分别装备于海军124舰队所属的242战队和264战队，并同成功级巡防舰进行混合编组。从1946年诞生以来，台湾海军第124舰队在历经数十年的整顿和改编后，终于在21世纪成为台湾海军新一代的制海主力。而该部队因此成为了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台湾海军舰队的同时，也为台湾海军的改革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且作为台湾生存发展的重要命脉，海上交通运输对于台湾安危来说更是紧密相连。也就是出于这种需要，124舰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巡夜海疆，维护台湾海域安全和确保航运畅通。该舰队也在维护台湾海上安全的同时，还因此成为了台湾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柱。并且为了提高舰队的海上战斗水平，充分展现其装备的先进武器的威力，124舰队在平时还会对落实各型人员训练和风险管理制度进行高规格的监督实施。而其装备的康定级舰在平时会担负起海上巡逻侦察、外岛运输补给和护航等任务，在战时则会主要负责突破敌人海上封锁和水面作战，并且会同陆空兵力进行协同作战，以此确保制海任务的顺利完成。现如今，作为台湾海上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军124舰队所辖各战队一般会在驻地内进行军事训练和战备整顿，战时则会成为近海区域内的反击部队，保障辖区内的海域安全，并且在执行作战任务时担负着指定区域的反进攻、反军舰的紧急军事行动。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评论区的各位一起讨论。如果想了解更多，别忘了给关注，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